按照宁国府交大的说法，贾府的祖先曾经带兵打仗，在开国之初立下过战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土地。由于荣国府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庞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收入是大于支出的，甚至有能力在江南甄家存5万两银子。在第74回里，王夫人会对王熙凤说，我虽没受过大的荣华富贵，比你们是强的。她还拿黛玉的母亲贾敏未出阁时的状况与迎春、探春等小姐做比较。她说贾敏当时是何等的娇生惯养，是何等的金尊玉贵，那才像个千金小姐的体统。如今这几个姊妹不过比人家的丫头略强些罢了。王夫人的这番话是由王熙凤建议裁减丫鬟的使用数量，缩减些开支而引起的。王夫人经历过荣国府最繁荣的时期，她认为如果再裁减小姐们的丫鬟，就更没有千金小姐的体统了，因此拒绝了王熙凤的提议。要知道，王熙凤提出这个建议也是迫不得已的，当下的荣国府财政早已是入不敷出，再加上庄田上连年的欠收，荣国府经济体系的运转已经出现了衰败的迹象。经济危机的阴影越来越浓重，荣国府里的上下人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受，也相应的有各自的对策。但贾母对此似乎是无动于衷，这位老祖宗年已80，他抱定的生活宗旨是及时行乐，也不管家境究竟如何。在第35回里，贾母曾说，当日我像凤哥这么大年纪，比他还来的呢。贾母年轻时的精明能干要超过王熙凤，而即使在她年老时，作者偶尔也让她显露女强人的威势。在第73回里，当她从探春那儿知道奴仆们居然在大观园里聚赌，便立即告诫探春这绝非小事。接着她雷厉风行，很快查清聚赌者，并当即是情节轻重给予不同的惩罚，杀伐决断，干脆利落，几乎看不出这是一个80老妪在发号施令。可是当涉及经济问题时，贾母却又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又回到及时享乐的老太太的模样。第72回里，贾琏央求鸳鸯偷点金银家伙去卖钱救急，鸳鸯其实早就回过贾母了，贾母对此事只是装不知道。第75回里，王夫人也将府内的经济实情向贾母汇报得很清楚，这1-2年旱涝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贾母对此既不做更具体的了解，也不只是该怎么办，而是笑着答非所问，这正是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接着便避开这一话题，与尤氏说话取笑了。可见贾母对荣国府的经济状况早有了解，却不做干预，任其自然发展。在第62回里，林黛玉也在为荣府出的多进的少而担忧，她对宝玉说，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没想到宝玉回答是，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2个人的。在这个问题上，贾母与宝玉祖孙2人倒是想到一块儿去了。脂砚斋在第72回贾母只装不知道一语旁边批注，此等事作者曾经历过，批者曾经历过，实系一写往事，非特造出，故弄新笔。也就是说，作者对贾母的这些描写，以及贾母对经济问题的态度，并不是作者的凭空杜撰，而是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样一个人物，所写的也是此人的真实经历和态度。当危机一步步逼近之时，荣国府里还是有些人想通过一些措施来挽救局面的。当家的王熙凤很清楚入不敷出的状况，她采取了一些压缩开支的措施。不过她无法过问2门外庄田的事，所做的也只是根据总收入重新安排府内她分管的那一块的再分配，以求得局部的收支平衡。而她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削减个人的所得，这样的平衡措施当然要引起普遍的不满，更何况她采取的措施并不触及自己的利益，当然她也绝对不去损害贾母与王夫人的利益。在第65回里，星儿就批评她恨不得把银子钱省下来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说她会过日子，殊不知苦了下人。在第25回里，赵姨娘则攻击她压缩开支的目的是想把荣国府的家产搬到她娘家去，减少个人的收入自然会招来抱怨，
加上王熙凤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这就更使人怨恨。他自己也知道，他已经差不多得罪了一家子人了。因此，当探春提出兴利除宿弊时，王熙凤便欣然支持。他想借此转移众人的怨恨，同时王熙凤也确实希望探春的措施能使府内的经济困难得到缓解。在王熙凤因病休养期间，探春与李纨、宝钗一起暂理家务。宝钗的特点是罕言寡语，人未藏于，安分随时，自云守拙，而且她又是亲戚身份，不愿多管事。李纨则以问事不知，说是不管而著称。于是探春便做出许多主张，大刀阔斧地搞了些经济改革。作者对她的举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曾有人称探春的改革措施是开源节流，但实际上她所做的仅仅只是节流。探春将大观园承包给一些老妈子时，已讲明不要他们交租纳税，只是以此省了些花匠、山子匠、打扫人等的工费。至于免去头油、纸笔费用，更明显的属于节流的措施。探春与支持她的宝钗对此颇有些成就感，他们认为一年下来就可以节省400两银子，这样就可以增加荣国府的产业，但实际上这也很难实行。探春所做的改革主要是改变荣国府内一部分人的再分配方式，而她的方案的实质是试图要账房、买办房等管家让利给底层的婆子们，这是王熙凤从没有尝试过的。可是这种做法所省下的银两仍掌握在账房与银库手中，管家们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让出这部分利益呢？探春毕竟涉世不深，且低估了这些管家们的贪婪和手段。倒是鸳鸯看得清楚，她在第71回里说，这些底下奴字号的奶奶们都不是好惹的。所谓的奴字号的奶奶们，就是指的众管家们。因此最后每年能否省下400两银子还很难说，即使确实省下了，这区区小数对于正在迅速下滑的荣国府经济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在第72回里，以林之孝为代表的管家阶层也提出了应付危机的方案，主要措施有2条。第一，把这些出过力的老奴仆用不着的，开恩放几家出去，一则他们各有营运，二则家里一年也省些口粮月钱。第二，如今说不得先时的力了，少不得大家委屈些，该使8个的使6个，该使4个的便使2个。若各房算起来，一年也可以省下许多月米月钱。这同样是个在总收入不变前提下的再分配方案，着眼点同样是在节流而非开源。但这个方案与王熙凤或探春的方案相比较，明显的更有利于众管家而不利于主子们。第一条实质上是要求给管家以人身自由，第二条则是要求主子降低生活待遇。这样的方案会遭到坚决维护主子们利益的王夫人的断然否决，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以上3个方案的实施，或许能在短时期内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由于他们都未能触及荣国府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即荣国府所坚守的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与当时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因而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荣国府的经济危机。在任何事情都力图按祖宗定下的旧例来行事的荣国府，不管是主子还是奴仆们，已经在安逸富贵的岁月中逐渐变得顽固保守。他们不可能明白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与生产方式、家族体制之间的关系，自然也根本没想到要去做出改变。他们所计划实施的那些试图挽救经济危机的方案，只不过是局限于自身阶级立场的想要改变府内利益再分配的措施，其结果不但不能应对经济危机的逼近，反而激化了府内的各种矛盾。因此就出现了第75回里探春的那句名言，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而且就在同一回里，邢夫人的兄弟邢大舅也说得很明白，多少是换大家出身的，若提起钱氏2字，连骨肉都不认了。他更感叹道，就为钱这件混账东西，厉害厉害。而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化，荣国府内部的各种斗争也逐渐白热化了。
红楼梦前80回行将结束时，作者就以宝玉之眼开始描写轩窗寂寞等寥落凄惨的景象，以及黛玉联诗时则吟出了冷月葬花魂等颓丧之语。虽然这些人都不屑卷入钱财的纠纷中去，可是当整个家族走向败亡时，他们也躲不开厄运的纠缠。因为他们清新脱俗的精神生活也全都建立在富足的物质基础之上，一旦经济陷入危机，他们也立即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现实的压力。尽管探春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的出众的人才，她也无力挽回贾府衰败的颓势，也无法平息众人争夺钱财的纷争，故而作者给她以生于末世运偏消的判词。在第73回里，当丫鬟媳妇等人为钱财大吵大闹时，迎春却已在床上看书，不闻不问。黛玉称她是虎狼屯于阶壁上谈因果，可就是这位懦弱善良的小姐，却因所嫁非人，一载赴黄粱了。惜春是几个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她却早早地认出了人性的凉薄，认为只有做一个狠心之人，才能摆脱这一切的纠纷。作者最后给她安排的结局是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在第13回里，曹雪芹让秦可卿死后托梦给王熙凤，说出了三春去后诸方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这句话暗示了贾府最后的结局。红楼梦前80回即将结束时，随着三春姐妹悲剧故事的开场，贾府的经济体系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即使不抄家，它也将摇摇晃晃地走完最后一步。不过，当因财务危机导致的崩溃发生时，各房数目十分可观的积蓄还足以使他们维持很不错的生活水平，而抄家却使他们真正的陷入了绝境。这就是两种不同崩溃方式的差异。我们虽然未能看到曹雪芹在80回之后将如何展开情节，但他第5回里所写的《红楼梦曲》的最后一首《飞鸟各投林》已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贾府衰败后好似石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末世图景。